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Tulip。2月20号，加拿大的冰球队在4国对抗赛中击败了美国队，获得了冠军，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啊！但是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会不会明天早上一睁眼，你发现这儿已经不是加拿大的一部分，而是美国的第51个州？你的枫叶旗突然变成了星条旗，冰球变成了橄榄球，而你喝的咖啡也从 Tim Horton 变成了星巴克。这场冰球赛是让加拿大人扬眉吐气的一回，然而加拿大终究还要面临着美国高昂的关税，面临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野心。特朗普前2天又提出了要卖美国的金卡，500万美元一张，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加拿大每个人都省了500万美元了呢？这要在以前完完全全就是个笑话。可是现在，在当今的世界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特朗普在公共场合多次提出了这个话题，可见他不是瞎说的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加拿大的反应，也看看加拿大人和美国人、老百姓都是怎么想的。话说，特朗普上任早就放出风声，要对加拿大实行25%的关税，眼看这日子就越来越近了。2024年11月29号，加拿大总理小土豆屁颠屁颠地跑去了海湖庄园，参加大哥的竞选庆功宴。去拜码头嘛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小土豆趁机提到了关税问题，说：“老大，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加拿大经济可真受不了这个，您就给免了吧，给打个折也行啊。”结果人家老大把这酒杯一放，半开玩笑就语惊四座：“你这加拿大呀，要是每年不从美国榨取1000个亿，他恐怕就要完蛋了。不然咱来点痛快的，加拿大直接加入美国，成为美国第51个州，你当个州长怎么样？”听完这话，大家是目瞪口呆呀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这不就是特朗普的大嘴巴吗？小土豆尴尬地笑了笑，周围的人也都开始笑。吃菜吃菜，喝酒喝酒，大家都试图缓解着尴尬的气氛。转眼过了一个周末，到了12月3号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勒布朗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，特朗普的提议只是一个玩笑。总统的这番话显然是在调侃我们，这可不是一个严肃的提议。他还说，总统能对我们开这样的玩笑，表示两国关系良好。这可真是两口子打架不避嫌啊！可是转眼就被啪啪打脸了。当天，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，威风凛凛的背影，眺望着加拿大的国旗和辽阔的雪山，这意思连傻子都能看出来，带着一点挑衅的味道，就是在告诉大家，我就是这么傲娇，怎么着？2024年12月18号，特朗普旧话重提，避免高额关税容易啊！加拿大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，大家都不需要担心关税了。2025年1月6号，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辞职的当天，特朗普又重复了这个提议。2025年1月7号，特朗普面对记者再次抛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，这一次他的角度更加玄乎了，直接否定了美加边界的意义。你们看，边界不过是人为画的一条线，对吧？只要用经济手段，我们就能让它彻底消失。听上去他的语气轻松的好像就在谈一笔房地产交易，而不是一个涉及2个国家主权的大问题。这一回，加拿大方面没有买账。渥太华回应，加拿大永远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。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也顺势回怼，我们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，要不我们也谈谈价格。
我们能不能顺便把阿拉斯加也买下来，再加上明尼苏达也打包一起带走，怎么样？这脑回路够清奇的，这回要反向收购美国的土地了。2025年1月23号，特朗普就职以后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抛出了这个吞并的构想。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州，就不会有任何关税问题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哪还用得着关税？2025年2月7号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次闭门会议中对商界领袖说，对特朗普来说，吞并加拿大可能并不仅仅是个玩笑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想法，并暗示着美国盯上的是我们的矿产和能源。的确呀，这北方的土地，它的宝藏是太诱人了。面对特朗普的吞并计划，加拿大5位在世的前总理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，呼吁大家在2月15日的国旗日高高地挂起国旗，来表示我们的团结和对抗美国压力的决心。2月15号，加拿大各地纷纷响应。但是国旗挂了，冰球赢了，威胁就不存在了吗？加拿大没有自己的军队，有人说呀，美国1个小时就能攻入加拿大。加拿大虽然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但是相比美国，它的军事规模太小了。这个表格清晰地显示了加拿大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对比。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，约48万人，而加拿大只有2.3万人。美国的坦克数量远远超过加拿大，大概5.2万辆，而加拿大仅有800辆。美国有19000多架战斗机，而加拿大只有700架。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，而加拿大的数字是0。说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心惊胆战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看看世界的一片乱象，当政者当引以为戒。当然，特朗普自己也说他讨厌战争。那么加拿大人对并入美国是什么态度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几家知名的民调公司的调查结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蓝色代表反对者占了大多数，在4个公司的调查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82%、71%、80%和90%。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入美国的是红色，分别是13%、22%、20%和10%。不确定的分别是5%、8%、0%和0%。看来呀，大家各自的立场鲜明，中间派不多，大多数的加拿大人是反对并入美国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的理由都各是什么。支持者认为加入美国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，这是很多原来就想去美国或者一直想去但没机会去的人。加拿大在向左走的路上越跑越远，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难，那些福利制度还能撑多久呢？的确，加拿大这些年的情况不容乐观。加拿大现在面临不少问题，如果不及时跟美国合并，经济在关税冲击中很快会被搞垮。这也是当初小土豆积极的去见川普的原因。还有一个，美国先加税，把加拿大人压得够呛，然后又突然放宽边境政策，直接送绿卡。许多加拿大人可能会觉得，不如搬到美国去，美国则解决了因为赶走非法移民而缺失的劳动力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加拿大政府可能被迫与美国妥协，不然连美国一个州的地位都保不住了。这就扎心了。不过一想到这500万美元的金卡，加拿大每个人还省了500万。反对者的意见，首先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性，还有加拿大有自己的医疗体系，不想被美国那种私有化为主的医疗系统影响。年轻人在乎工作和事业，而退休的老人可能更关注福利，特别是医疗服务吧。美国是个大熔炉，不同的文化需要融入美国文化。加拿大是个大拼盘，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。的确啊，
加拿大和美国在文化、社会价值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，这也许就是加拿大人更加包容、随和的原因吧。还有啊，就是加拿大注重法语和英语的双语文化，而这一点在美国是没有的。当然了，美国要不要魁北克，这还两说着。那么美国人怎么看待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呢？咱们听听美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说的。其实大家的看法也并不统一，支持者认为加拿大的能源、矿产和森林将是美国的一部分。的确，美国长期依赖加拿大的石油和天然气，合并以后肯定是少了不少麻烦。美加本来就是门对门的邻居，合并后交通贸易会更加通畅，两边不少人都有跨国亲戚，干脆正式变成一家人，多方便。如果美加成为一体，美洲大陆的统一性会更强，外部威胁更难渗透，一下子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国家，气势上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美国的老百姓也有反对的声音，比如加拿大的全民医保和社会福利政策比美国更左，这套制度会影响到美国，会不会让财政压力更大？这一点看特朗普最近的这些政策，觉得应该不会成为问题。还有一些基础设施、社会保障需要投入资金，还有一些偏远地区和经济发展较慢的地方需要扶植。美国政府恐怕得掏不少钱，这是怕给拉后腿啊。还有就是这个左的新州可能会改变选举格局，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。可见，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吞并加拿大的话题也远远不是加入就好这么简单。那么说，这究竟能不能成为现实呢？的确，虽然美国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就能突破加拿大的防线，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力冲突。但是从经济上来看，加拿大要想不被美国吞掉，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的。您作为中国来的留学生也好，移民也好，或许才来的时间不久，或许已经来了很多年了，早把加拿大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不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您有什么看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也欢迎来自美国的朋友说说您的看法。好，这期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次再见。